有请李昌钰博士为我们推荐下一组年度优秀挑战者。珠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明珠，他们在珠算这项运动的浸润下，自强不息，不断地突破自我，在挑战的舞台上完成了极致速度的闪电听算挑战，向所有人展示了中国少年的志向与才智。我要推荐的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他们就是吴雅琪、潘玉莹。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欢迎。大家好，我叫潘玉莹，今年11岁，来自湖南省浏阳市人民路小学。大家好，我叫吴雅琪，现在已经12岁了，我来自湖南省浏阳市人民路小学。非常感谢李昌钰爷爷的推荐，让我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我会再次突破自己。好，欢迎两位。距离上一次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今天的这个年度盛典，你们的挑战会怎么升级呢？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在保持原来速度的基础上提升位数，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更难的挑战了。上一次我们听的是3位数，对吧？所以今天你们的意思是要把位数提高？是的。4位数吗？5位数。对。哇！你们2位对这个挑战有所升级以后，你们自己觉得会怎么样？困难大吗？困难大，我怕我自己听不清。只是用听觉，在保持跟上次挑战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把位数提升，所以挑战难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以他们的努力程度，他一定可以做到的。谢谢李昌钰爷爷，我们会努力加油的。为你们加油，大家为他们加油。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评委现场随机输入100笔5位数，2位挑战者进行加法运算，电脑系统将在95秒内匀速播报出来。播报完成之后，挑战者必须立刻写出答案，而且答案必须正确，才算挑战成功。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5位数的最多都只能50%的准确率，只要稍微不留神，它就会错。主持人，100笔数字已生成完毕。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2位挑战者摘取耳机和眼罩。好，2位挑战者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54673加25469加85234加78542加69854加23641加78032加56980加85421加25369加87542加36988。现场因为它空间比较大，所以我听的时候就会有回音，最有可能听错。15578加75361加59473加12504加69571加36984加12708加93542加98567加89567加34589加96537加59874加78965加41230加94567加89135加48076加95438。95秒播报100笔5位数，每笔数字的播报时间只有0.95秒，而平均到每一个数字上的时间仅有0.19秒，这是让人能听清楚的最大极限。而挑战者们在这样极限的环境中，不仅要听清楚每一笔数字，而且还要快速计算出这100笔数字的总和。面对这样的极限
限考验，挑战者们能计算出正确的总和，挑战成功吗？968加98654加92698加92763加98725加96524加76809加93149加91235加91539加98524加17680加96874加92143。哇！整个世界清静了。刚才那个就跟紧箍咒一样，在他念前10个数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头皮发炸。而且他第一个数字上来，我觉得就听不清楚。2位听得清吗？刚才有没有出现没听清的情况？应该没有。好，2位如果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困扰的话，那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2位的答案。来，请挑战助理上场。先看正确答案。64900540。来看2位的第1位数是不是6，请揭晓。没问题。第2位数4，揭晓。呀呼！哇！第3位数9，揭晓。好。第4位数0。漂亮，2位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失误。关键的3位数来看，5。哇！4。哇哦！最后1位数0。祝贺2位挑战成功！太棒了！哇！哇！哦！天哪，姑娘们，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太神奇了！厉害厉害！小萨哥哥，我还想挑战一下9位数20笔的。什么？9位数20笔。啊？9位数20笔。你说的是真的吗？对。我们这个舞台上好像最高的记录，我们15笔8位数是，你今天要挑战9位数，20笔。这事儿他跟你商量过吗？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哇！吴雅琪提出这个挑战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是最不擅长这个大位数的听算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尝试。你们俩这真是盛典啊！9位数从来没有人挑战过9位数，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挑战成功的话，可能就是超越了之前的挑战者。对。现在好像评委们被吓到了，对，节目组也被吓到了，登峰造极了。那既然这样，我们挑战一下20笔9位数，看看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年度盛典再度创造一个珠心算的奇迹。请2位听挑战规则。评委现场将随机给出20笔9位数，挑战者在电脑35秒播报完毕后，立刻算出他们的加法运算的总和，并写下答案。答案正确者挑战成功。哦，有请挑战助理给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我来出题。在珠心算比赛中，每升级1位数字，对于选手来说，
难度都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而一次性从5位数字升级到9位数字的加法，难度已经无法想象。2位小挑战者能够算出正确的总数，最终挑战成功吗？主持人，20笔数字已生成完毕。好，有请挑战助理摘掉我们2位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2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这将是你们今天的终极挑战，也是我们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本季以来让我们最震撼的一次珠心算的挑战。2个10几岁的孩子将在这里向世界展示中国少年的实力。接下来，我宣布，终极挑战开始。4亿2365万8971，5亿2369万8741，3亿2659万8741，7亿8546万3219，6亿5238万7419，8亿5741万2369，5亿7832万6941，1亿6325万8749，8亿9653万2147，4亿5326万9871，2亿5463万8791，7亿8563万2419，8亿7456万3219，5亿1389万7462，6亿3524万1789，8亿5967万4123，1亿4369万8527，8亿5963万2471，7亿8596万3241，1亿2453万8697。瞬间结束，整个挑战过程不到40秒，感觉好像比刚才播报的时间短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2位挑战助理和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2位挑战者的终极挑战能否挑战成功。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为我们展示的正确答案是114亿9808万7907。首先看第一个数字1，正确。第2个数字1，好，正确。第3个数字4，哦，哇，很遗憾，潘玉莹在第3个数字出现了一个失误，导致她后面的数字都没有办法正确了。同样，我们看到吴雅琪仍然还保持着正确3个数字。来看第4个9，第5个8，第6个0，哇，第7个8。吓死我们了！第8个7，第9个9，哇！第10个0，最后一个7。厉害厉害！祝贺吴雅琪再次挑战成功。来，有请2位回到舞台前边。2位也相互拥抱一下，祝贺一下，今天马拉松式的挑战终于结束。
你们来之前有没有预测过今天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有，我昨天好像又梦到我挑战成功。梦里边是什么样的场景？梦里面他和我一起挑战成功了。啊，潘玉莹也和你一起挑战成功了。对。安慰安慰你的好朋友。玉莹，你应该感到高兴啊！今天你的表现也很出色啊。对，玉莹。为什么流眼泪了？你是觉得不满意吗？还是觉得怎么样？没有。没事。今天原来是妈妈的生日。哦，今天是妈妈的生日。那我理解了，原本女儿可能是想给妈妈送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对，你愿不愿意现在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和你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好不好？妈妈是做什么的？那个产后康复的，然后她很辛苦。好，玉莹拨通了妈妈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你来跟妈妈说话啊。喂，妈妈。宝贝，怎么啦？我现在在录制节目。哦，怎么样感觉？妈妈，对不起，对不起，这次没有挑战成功，不能送给你一个最好的礼物。宝贝，没事啦，妈妈知道你已经很努力啦。妈妈，谢谢您对我11年无微不至的照顾。当我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您都可以在我身边陪着我。11年里，你陪伴我、鼓励我、支持我，我每天都很幸福。最后，祝您生日快乐！这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谢谢你，我的宝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11岁的孩子，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不易，能够体会到父母给自己的所有的爱，确实，我想他们除了珠心算的超强能力之外，他们作为一个少年，他们内心这种感恩之情，也再一次为我们树立起了挑战不可能舞台上一抹非常温暖的颜色。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2个可爱的孩子。雅琪是不是也可以说说雅琪的感受？雅琪今天的表现太精彩了，顺利的一关过一关，直到最后无一失误。但是雅琪是一个特别淡定的女孩，她始终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你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女生？我在班里的话，一般有些女生哭的话，我就会上去抱她们。你哭的时候谁来抱你呢？那些有抱的人。这就是爱的传递。对，今天这2位孩子，我觉得除了给我们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挑战的成功之外，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不只是懂得那些冰冷的枯燥的数字，他们更有一颗热爱同伴、热爱家人的心。这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的一面。我们之所以要去挑战，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更加美好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去完成一个任务。在这点上，我们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未来。谢谢孩子们，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昌钰博士为我们的挑战者颁发我们“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盛典奖牌，有请。2位都是我们的年度优秀挑战者，也都代表了在这个挑战项目当中中国少年的实力和他们的挑战勇气与精神。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2位年度优秀挑战者吴雅琪、潘玉莹。少年强则国强，但是过去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强理解为躯体的强壮、技能的高超，但我想，除了身体和技能之外，少年强还在于他们内心心灵的丰富、心灵的顽强和健康。所以在这里也再次祝愿这些孩子们能够带着他们的快乐和梦想，去继续谱写属于他们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董卿评委为我们推荐下一组年度优秀挑战者。把惊雷擎于胸口，把平安还给百姓，一步一步丈量土地，排除雷患，让原本危机四伏的雷区重新焕发生机。他们搜排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他们的荣誉殿堂。他们就是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中越边境广西扫雷队。每一个看完了那项挑战的观众，都为他们的这份工作而捏一把汗，而每一位看到他们挑战成功的那一瞬间的观众，也都为之振奋，为之感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大屏幕回顾一下当时扫雷战士们在执行任务、完成挑战时刻的惊险画面。大家好，我是朱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市。我身边的这些战士呢，就是来自广西边防部队排雷队的同志们。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这次行动的指挥长黄泰峰。指挥长，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好的，广西边境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处雷场。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叫曲壁深，是我们最后一个升排作业的地方。为什么是最后一处雷区？因为排查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已经不成样子了，接下来我们要剪断这铁丝网。剪。中越边境地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这里山高坡陡林密，地势险峻，埋设在中越边境上的地雷多达数十种。此次扫雷作业的区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雷场，这里地面被茂密的杂草覆盖，排雷的难度极大。在进入雷区搜排前，首先由搜爆组在雷区边缘的安全区域，利用爆破筒逐次爆破推进的方式，为搜排组开辟一条进入雷场的唯一的安全通道。指挥长同志，线路连接完毕，请指示。人员撤回，连接电雷管。破坏组队员从活峰新源撤回。各警戒观察员加强观察警戒，准备爆破。指挥长同志，人员清点完毕，应到发杀人，实到发杀人。起爆！安全员检查爆破效果。指挥长同志，爆破成功，报响10响。明白。
广西边境为山岳丛林地，山高坡陡，万木丛生，山区地形错综复杂，机械无法进入这种地形作业。如果盲目爆破，将导致地雷埋深，引发更大的隐患。人工进入作业是安全彻底排雷唯一的可行方案。报告队长，手排5组，疑似发现584防不易地雷，请指示。他直接报的不是疑似地雷，而是报的是疑似584地雷。这就是他少为16年的这个经验。手排5组，作业是。报告队长，手排4组发现疑似地雷。停止作业，原地待命。是。指挥长同志，1204发现72式防并地雷一枚，由于此雷距离较为偏远，建议就地拆除，请指示。同意拆除。注意安全。收到。撤回。指挥长同志，72式防不用地雷排除完毕，移除至安全地域，统一集中销毁。收到。指挥长同志，刚才在排除72式防不用地雷时，有一条蛇从我身边爬过。人有受伤吗？没有。各组注意防蛇。在环境复杂的雷场上，战士们身穿重达32斤的防爆服，连续作业了2个多小时，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再加上探雷和排雷时需要精神高度专注，这对战士们的身心都是极大的考验。雷区还剩1/3没有排完，今天他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挑战吗？报告指挥长同志，1104发现连环雷，上层为 ppm-2，下层不清楚。连环雷是专门针对工兵埋设的一种地雷，它由2颗或2颗以上地雷组成。上层的地雷会连接到下层地雷的引线，一旦工兵拿起上层的地雷，就会触发到下层的地雷爆炸。连环雷先别动。收到。然后，打探雷针，探雷针。
等会儿，来，连环垒要非常的小心，你假如一不小心一动，它就会连环爆炸，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来弄来。你给去了吧。经过3个多小时的作业，战士们已经将雷场的所有地雷全部搜排完毕。这些地雷将被集中爆破。如果地雷引爆不完全，将会留下隐患。战士们必须撤离雷区，等待爆破。3、2、1。指挥长同志，爆破成功，报响一响。收到，撤回。是。最后一片排雷任务区已经作业完毕，每一个雷场都是由收排手一寸寸的进行收排，不留死角，不放过每一个金属物，这是我们的基本标准和要求。所以，通过我们收排的区域是绝对安全的。按照部队的传统，战士们将手挽手踏过雷场，把安全的土地交付于人民。今天我也要代表挑战不可能节目组挑战不可能，陪伴战友们一起把这片无人区还给人民。部队队友向前3步，走！手挽手。开始。不放过每一颗铁钉，不放弃每一寸土地。我是爆破班战士胡文峰，今年25岁，入伍7年，共连接装药13吨。我是爆破班战士高威，今年21岁，入伍4年，共计设置装药14.2吨。我是爆破班战士陈欧阳，今年23岁，入伍4年，共设置装药1.3吨。我是爆破班班长刘柱，今年31岁，入伍12年，共连接装药13.78吨。我是收排班班长杨浩，终结南疆雷患，不辱使命。我是收排班战士肖尚飞，雷场上绝不放过每一颗地雷。我是收排班战士李志南，参加扫雷行动，担当收排手，排除雷患，青春无悔。我是收排班班长邢志明，今年37岁，入伍19年。作为一名老兵，把青春献给了扫雷事业，我无怨无悔。英勇之魂，天地之乐，为国感谢，为民感谢。英勇之魂，天地之乐，为国感谢，为民感谢。英勇之魂，天地之乐，为国感谢，为民感谢。这是一群在和平年代，在和平的国土，却每天要深植于战场的人。他们深植于曾经的战场，既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残酷的面目，同时也看到了这群年轻人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可能在我们脑海中，扫雷战士
永远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他们究竟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究竟在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和重量？今天我们见证了。就在我们今天年度盛典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非常遗憾地要告诉观众朋友，战士们要坚守岗位，他们仍然还有很多的任务在等待他们去执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年度盛典的现场。所以我们接下来将通过连线的方式带去我们所有人对他们的问候。战士们好！黄指挥长您好，又见面了。主持人好，三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下面由我集合部队。好。面向我，就。好。向右看齐，向前跟。刚才我们在现场再次回顾了之前你们的挑战项目，我们再一次深深地受到了震撼。现在黄参谋长所在的地方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那片排雷区吗？是的，我们现在脚下所站的地方就是上次节目中我们与朱迅老师手挽手一起躺过的019号雷场。我们现在正在植株果树，我身旁的这棵果苗就是之前雷碑埋设的位置。所以平时除了排雷扫雷之外，这个清除出来的雷场，它的恢复包括绿化的工作，也是由咱们扫雷班来承担吗？主要是响应习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扶贫攻坚活动，荒地开荒，给群众谋福利，也是我们扫雷精神的一种传续。谢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扫雷部队。我们原以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扫雷，但没想到扫雷之外，他们还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对，就像上一次节目当中黄参谋长所说的，这一片地区之所以成为最后一片任务区，是因为它的排除雷患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对，曾经无人敢跨越一步的雷池，现在变成了人们向着未来美好生活奔跑的起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心动的转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中的这样一组数据。在中越边境3次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当中，排雷战士们总共在面积5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扫除了地雷等爆炸物137万枚，向地方政府移交安全的土地307平方公里，边境和边境的人民恢复耕地2.04万公顷，畜牧用地86.77万公顷，森林3.76万公顷。此外，还开辟了283条边贸通道以及友谊关国际货运通道。在这一个又一个数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扫雷战士，他们无畏的付出，包括曾经有过的流血和牺牲。所以，平安永远都不是轻易能够得来的。在平安，在我们安享着美好的和平的背后，是无数的人在为我们默默支撑着一切。所以，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再次见证我们扫雷战士们他们的挑战，
再一次能够通过屏幕和画面跟他们面对面，真的是我们的荣幸。作为一名台的老兵，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曾经为扫雷事业付出的所有前辈和战友们。这份特殊荣誉是属于每一个踏上雷场的兄弟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敬礼！接下来这位年度优秀挑战者是由我们3位评委共同推荐的。我们有请董卿评委作为代表为我们宣读推荐词。梦想应该以怎样的意志去坚守？生命可以向怎样的高度去攀登？一个无腿老人用43年向不可能发起挑战，向命运宣告绝不妥协。他用5次超越极限的攀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在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程中，他让每一个人都深刻领悟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他就是以69岁高龄成功登顶珠峰的无腿勇士，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夏伯渝。谢谢董卿评委，谢谢3位评委的推荐。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回顾一下这样一个老人与山的故事。我叫夏伯渝，我26岁，攀登珠穆朗玛峰7600米的时候，有一个队员丢失了他的睡袋，我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就这样呢，我自己被冻伤，结果呢，做了双脚的截肢，这样我就永远失去了双脚。哇！2014年，第2次攀登珠峰遭遇雪崩，再次错过了仅剩下的244米。2015年，第3次攀登珠峰遭遇尼泊尔大地震，死里逃生。2016年，第4次攀登珠峰，我距离顶峰只差94米，突然刮起了高空风，这是我离顶峰最近的一次。但是，当我回头看到5个年轻的夏巴生命，他们才20几岁，我不能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去牺牲他人的生命。所以当时我做出了我这一生最难做出的抉择，只有下撤。登山是我一个爱好，是我这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只要我能向前迈步，我将再次去登珠峰，我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
今天是2018年5月14号8点31分，我终于站在了我梦想的40多年的珠峰的888的顶峰。40多年的，好不容易，终于上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夏老的挑战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毫无疑问，这也是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这一季的舞台上最让我们感慨、最让我们震撼，也最让我们感动的一个挑战项目。再一次，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夏伯渝。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挑战不可能。每一次见到您，内心都忍不住那种激动和感慨。这一次见到您之前，我们突然想，夏老的故事当中还有什么细节是被我们遗漏掉的吗？所以再一次梳理了夏老的故事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之前漏掉了2个清单，这2个清单我们在今天整理出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份清单是夏伯渝老人的手术清单。1975年，因为把睡袋让给了队友，他被冻伤，第1次截肢手术。1975年到1977年，又进行了截肢之后的刮骨植皮手术，总共超过了20次。1994年，由于创口长期不愈合，又进行了第2次截肢手术。1996年，进行了第1次肿瘤切除的手术。1997年上半年，进行第2次肿瘤切除手术。同年的下半年，由于癌细胞扩散，再次进行肿瘤切除手术。2017年，在第4次珠峰挑战失败之后，夏老患上了血栓，双腿的静脉完全的堵塞。1975年到今天，夏伯渝老人一共经历了大大小小手术20多次。虽然饱受病痛的困扰，但是夏老始终没有放弃攀登珠峰的梦想。第1个清单，我们看到的是夏老身上经受的病痛，和他在手术台上遭受的身体的折磨。但是接下来这份清单将告诉我们是什么让夏老能够终于站上8848米的高峰。第2份清单，1975年之后，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夏老就开始进行负重练习。2007年开始，夏老每天早晨5点准时开始训练，负重10公斤沙袋下蹲150个一组，每天10组；引体向上10个一组，每天10组；抱着5公斤哑铃做仰卧起坐40个一组，每天8组；背飞燕一组50秒保持不动，每天8组；俯卧撑60个一组，每天8组。2011年开始，除了保持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之外，增加户外训练，每周1、3、5日，从新街口骑车到香山，并登上香山
往返46公里，每周2、4、6骑车去公园进行10公里的徒步，43年的坚持，15000天的坚守，这才换来了2018年夏老成功登顶。我觉得这清单已经不是一个老人和山之间的抗争了，这已经是对命运的宣战，生命的宣言。真的是佩服您夏老，由衷的。谢谢董婷老师，谢谢。我想夏老的这个运动量，其实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都是非常大的训练量的。作为一名运动员，我都要向夏老去学习这种精神。而且我看新闻，前2天我们的夏老还获得了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这个奖项是被誉为体坛的奥斯卡，也是作为在体育运动员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的一个奖项。我们的夏老也是继刘翔、姚明、李娜之后第4个获得劳伦斯体育奖项的中国人。夏老的这一成功登顶，成功的夺得这个最佳体育时刻奖，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感谢夏老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的贡献。谢谢杨老师，谢谢。您的确值得赢得全世界对您的尊重。所以我想问问夏老，您在领取那个奖项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受啊？我作为中国人站在那个舞台上，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感到非常的骄傲。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就是对我的付出和包容。我要感谢所有支持和关注我的人，非常感谢。说到夏老的家人，我们很多人立刻会想到，当时在挑战项目里，我们看到夏老登上了8848米之后，和您的家人那一番通话，真是看了很多的观众是热泪盈眶。所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当时那样一个珍贵的，在海拔8848米之上的那一次通话。您的爱人跟您说一句。哎妈呀，听得见吗？我终于上了，40多年，没有你的支持是没想到的。等我回去吧，等我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谢谢你啊，即使你看来，一直的支持。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边，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我想，可能夏老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对老伴儿说出感谢，感谢的背后是不是也有愧疚啊？心里其实愧疚，他一直都在默默的支持和奉献。比如说我儿子出生以后，我就很少管过儿子。家务事我很少管，都是他在操劳，所以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爱人。自从生活中有了他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我。今天，我们节目组用连线的方式，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夏老身后这位伟大的女性对夏老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好吗？来，我们有请导播帮我们接通马阿姨的连线。马阿姨您好。大家好，我是夏伯渝的老伴儿，我叫马姨，很高兴今天来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夏伯渝的儿子。你们好，看到你们了，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先问问阿姨吧，就是夏老登顶的时候，他当时跟您通话，情绪挺激动的。那时候您听到了他的声音的时候，那一刻您是什么感受啊？
很震动吧，因为我跟老夏认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这种话，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流泪，我真的很感动。这也是他最真实的一种对您的一份情感的流露。阿姨当时决定要嫁给夏老，您最看重夏老身上的是什么呀？他的情况，我在那个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是知道的。进一步了解以后吧，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一个做了我们很多人其实做不到的事情。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他的勇气，他的这个忍耐和他的恒心，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且他竟然最后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幸运的，对于我们家的人来说也是很幸运的。我能理解阿姨说这个幸运，对于家人来说幸运，就意味着您以后不用每年再去登山了。我想问一下夏老的儿子，你的父亲在做这么危险的像极限挑战的时候，有没有反对过他？其实，在我家里，我妈妈算是，稍微反对一些的。然后我觉得我作为儿子，我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爸的。在我爸登山这个点上，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小夏，你能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夏登平。夏登平。对。我觉得夏老在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把他要登顶珠峰的那个梦想包含在里边。是这样的啊，他就说别的要求没有，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登字，纪念他父亲是个那个登山的人。后来说名字吧起3个字比较好，那就再要一个那个平安的平。平安的平。所以他叫夏登平。所以这是一家人的梦想凝聚在了夏登平的名字里，既有攀登的梦想，也有您的家人期待您平安归来的梦想。但是我知道有一个细节，夏老5次攀登珠峰，只有这一次是儿子跟您一块儿去了。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这一次主要是我觉得我爸爸的准备非常的充分。我觉得他，这次一定能登顶，所以我想到珠峰去见证他，这个登顶的这个时刻。另外，在大本营的时候，我可以及时的得到就是我爸爸的登山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他今天是否顺利，然后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样的话我能够及时的把这些消息然后告诉我妈妈。实际上，儿子也去珠峰，其实我是非常担忧的，因为父子俩都去了，万一要是2个人，要是都出了事儿怎么办啊？当时他们团队的人是这样跟我说的，说夏老师这次挺危险的，毕竟年纪大了又有血栓，说万一有什么意外的情况，还是有家属在比较好。这句话很戳心啊。后来我想，还是一定要支持儿子去。实际上，我的那个儿媳妇刚生了孩子，她也舍不得让我儿子去。后来我跟她说，你那儿走了1个人，我这儿走了2个，啊，我所有的人等于都走了。我说的还是应该去啊，不管怎么着，都应该去支持一下。
其实夏老每一次登山，可能至少离家就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啊。那个时候，可能家里边就得靠阿姨一个人在操劳了，是吗？这都是小事儿，只要他能平安回来就行。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其实，不大可能登顶，因为困难太多了，而且靠假肢。但是我知道他哪怕有1%的这个可能性，他都要拼的，每次都做了不回来的打算，啊，走之前都把家里的事情，等于说把后事都交代了。像他这样，你拦也拦不住的啊，你只能支持他和祝福他。马姨啊，40多年来啊，你一直在默默的支持、关爱、付出和包容，使我终于完了我的梦想。今后吧，就是我想，就是咱们能就是自驾游，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陪伴你，谢谢你啊，十分感谢你。太好了，太好了，你说的太好了，希望能实现啊。一定实现。我相信夏老刚才说出的美好的这个对未来的这种期许，一定能实现。祝福你们，谢谢啊。我们内心有太多的感受想要表达，我觉得对于夏老来讲，千里冰川留下了您的汗水和泪水，但最终世界之巅铭记了您的梦想。您自己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其实您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所以我们也相信，所有的不可能都会在我们的拼搏当中变成可能。我们要向您致敬，也要向千千万万个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中国人致敬。谢谢您，夏老，谢谢。大家以为夏老只是在挑战一座山吗？了解了夏老这么多故事之后，我突然觉得他是在挑战生命本身。所以我想，夏老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不仅是为了自己，他更是想把这种信息，把这种能量传递给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你自己意识不到的潜力，让我们一起去让生命创造奇迹。谢谢夏伯渝老人在这一季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动。接下来，我们有请夏老的家人和我们所有的观众共同来见证这样一个特别的仪式。经过3位评委一致同意，夏伯渝老人获得了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挑战大奖。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海天味业华北营销公司总经理陈志毅为夏伯渝先生颁奖。周总你好。我们祝贺夏老，就是您的这种挑战，带给我们太多震撼。您的这种事迹啊，让我们特别感动。在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的舞台上，我们共同见证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奇迹，给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树立了精神榜样。海天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现代化调味品公司。这次赞助这个节目的海天蚝油，也是通过独特的技术，让每个消费者都能享受到它的美味。我们也会不断努力，与更多的挑战者们一起，将
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谢谢，谢谢陈总。 43年拼搏，我想起了一句话，我想说出来与大家共勉：脚不但是可以承受人体的重量，它还能丈量梦想的距离。实现梦想，挑战不可能，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谢谢夏老。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盛典，我们看到所有的挑战者，不关身份，不分年龄，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用他们的挑战，用他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这份精神，书写着史诗般的传奇故事，也奏响了为中国加油的最强音。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盛典的3位嘉宾，以及我们所有的年度优秀挑战者再次重回舞台，有请各位。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挑战，我们将重新上路，我们还会在新的荣誉殿堂等待所有的挑战者。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季再见。